美国常常给人一种内部荒谬混乱的印象，政客互相谩骂，两党像仇家，校园枪击事件频传，社会问题丛生。一些美国人连世界地图都找不到自己的国家，甚至有人以为巧克力牛奶是棕牛产的。真的有调查显示 11% 的年轻美国人居然找不到美国在哪。总统选举像是在演真人秀，阴谋论满天飞，民粹政治兴风作浪，这么多蠢到爆的现象，难怪许多人私下嘲笑美国人一堆白痴。然而吊诡的是，即使美国内部乱成一锅粥，国际上它仍稳坐全球霸主。美军驻扎世界各地，美元统治全球金融，美国科技领先，好莱坞文化风靡全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美国凭什么蠢人领导世界？今天我们就从多角度深度分析美国强大的秘密，看看这个国家到底靠哪些本事，让自己再乱也能继续称霸世界舞台。接下来我们将从7个层面来剖析美国实力的根基：美元霸权、军事优势、科技创新、文化软实力、盟友体系、美国体制弹性，以及为何这些优势使得美国内部的乱象并未撼动其全球霸权地位。俗话说，谁掌握了印钞机，谁就掌握了世界。美国恰恰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印钞机——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美元就像称霸的王者货币，全世界超过一半的外汇储备以美元计价，根本找不到第二种货币可以匹敌。根据美国联准会2025年的资料，2024年美元占各国官方外汇存底的比例高达 58%， 远远超过排名第2的欧元以及其他货币。日元约 6%， 英镑 5%， 人民币才 2%。 尽管美元占比曾从2001年高峰的 72% 下降一些，但如今的地位和1995年差不多，依然稳坐头把交椅。也就是说，各国央行的保险箱里，美元钞票和美国国债是最不可或缺的存粮。为什么美元能这么牛？首先，美国经济体量大，信用好，提供了强大的信心支撑。正如联准会报告指出的，美元的主导地位源自美国经济的庞大与强韧，贸易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以及强大的财产权与法治环境。华尔街提供了全世界最深厚、流动性最强的金融市场。美国政府债券被视为极安全的资产，各国愿意把钱投入美国。截至2025年第一季，外国投资者持有超过9兆美元的美国国债，占美国国库券市场约2/3。想象一下，全世界把真金白银借给美国，美国则可以大手大脚举债，而不用怕没人接盘，这难道不是一种躺着当老大的爽吗？其次，美元在国际贸易中无处不在，石油等大宗商品基本都以美元计价结算。所谓石油美元体系从上世纪70年代建立后，美金在能源交易中一统天下。目前全球约 80% 的石油贸易以美元计价，也就是说，大部分国家买卖石油都得先囤一堆美元票子。能源是经济命脉，美元因此变成各国不可离身的通用货币。不止石油，在国际贸易的其他领域，美元也是老大。例如，在亚太地区的对外贸易中，出口发票有约 74% 是用美元开价，哪怕交易双方都不是美国人，他们也倾向用美元做计价单位。这种现象告诉我们，美元早已超越美国国境，成了全球商业的共同语言。试想2个拉美国家做生意，最后却用美元结算，这就是美元在国际交易中的魔力。美元的全球支配地位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好处，最直接的就是所谓的超级特权。这个词是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抱怨美国时讲的，意思是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印钞和举债，因为全世界都得用美元。别的国家乱印钞会货币崩盘，但美国印钞等于全世界替他买单。各国央行和投资者反而还乐意拿着这些美元当作资产保存。美元强势还意味着美国制裁别国特别有效，只要切断美元清算通道，就等于掐住对方经济命脉。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西方联手把俄踢出 SWIFT 美元结算系统，俄国经济就被重击。许多国家看在眼里，却仍不得不仰赖美元，因为暂时找不到等量级的替代品。人民币想挑战，但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只有区区 2%，
力量明显不够。就算近年来中俄等推动去美元化，成效也有限。沙乌地阿拉伯偶尔放话说考虑非美元结算石油，但实际行动寥寥。截至2024到2025年，美元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货币，国际金融秩序基本围绕美元打转。综上，美元霸权让美国坐拥全球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就算美国国内乱糟糟，别国还是得用美元存美元。美国财政和华尔街依旧稳稳地吸纳全球资金养分，这就是为何美国人哪怕再怎么折腾，腰包和信誉还是全球最硬的，因为全世界都在给美国掏腰包。有句玩笑话，美国人也许地理不及格，但美军绝对随时找到你家在哪。美国的军事力量之强大，部署之广泛，让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首先看军费，美国一年军事预算接近1兆美元，几乎等于排名其后的12个国家加起来这么多。换句话说，地球上头号军费烧钱大户就是美国一家。2025年，美国国防预算约962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4倍。如果把美军经费跟其他国家做比较，美国一国就占了全球军事支出的1/3强，这还不包括盟国的开支。如此天文数字的投入，难怪美军能维持压倒性的装备技术优势，各种航母、隐形战机、高精导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美国人即便吵翻天，预算再怎么闹僵，军费从来少不了，美军永远是亲生的。除了砸钱，美国的全球驻军网络同样让人瞠目结舌。二战结束以来，美军基地像珍珠链般散布世界。截至2024年，美军约有17万现役军人常驻海外，超过750个军事基地，横跨80多个国家。想象地图上一片星星点点，在欧洲有美军驻德、驻英基地群，在东亚有日本、韩国的庞大驻军，中东有海空基地，非洲、拉美也有小规模存在。美国几乎在每个战略要地都插上一面军旗。相比之下，其他大国的海外基地数量寥寥，俄罗斯在境外也就10几个基地，英法等前殖民帝国剩下少数驻军。美军的基地版图规模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之谱。例如，英国算是第2多，也不过在海外维持了约145处军事设施，且多半在前殖民地。而美国单在日本冲绳一地就有超过30座基地。如此庞大的全球布局，使美国能在数小时内将兵力投射到地球上的任何冲突热点。别国要调动军队跨洲远征，困难重重，美国则像在自家后院散步，随时派航母战斗群和空降师到你门口报到。这种随叫随到的军事存在，让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无与伦比的硬实力后盾。美军的技术和训练更是世界顶尖。几十年来，美国在尖端军事科技上一骑绝尘。例如隐形战机方面，美国是唯一拥有大批现役5代战机的国家，而其他国家的第5代战机要不还在测试中，要不数量稀少。海军方面，美国拥有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战斗群，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型航母加起来都没美国多。核潜艇、远程轰炸机、精确制导弹药、卫星情报网，美国在各领域都保持技术领先和完整的军工体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军能打你，你打不到我，在战场上取得信息优势和制空制海权，对手往往还没看清就遭到精确打击。简单说，美国打仗或许不便宜，但他有绝对把握打赢大多数对手。这种可信的武力威慑让美国的话语权格外响亮。更厉害的是，美国的军事同盟网络进一步强化了其优势。不过，在此先点出一个事实，美国加上其盟国的军事力量几乎等于世界军力的绝大多数。例如，美国主导的北约联盟30多国，在2023年合计军费开支约 1.28 兆美元，占全球总军费的 54% 强。也就是说，光美国和朋友们就占了1半以上的全球军力投入。有这样庞大的武力同盟撑腰，美国在全球舞台上想不当老大都难。所以即使美国国内天天炒政见、炒预算，五角大厦的枪炮还是时刻备妥。国内政治闹剧对驻海外的航母一点影响都没有，该开到南海巡航照样巡航。国会再怎么分裂，美军照常拿到巨额经费和最先进装备。
这种稳定而压倒性的军事存在，让美国拥有随时硬干的底气，也让世界各国在重大安全议题上不得不慎重看待美国的态度。在霸权竞逐中，拳头硬就是硬道理。美国内部纵有乱象，但只要全球还遍布美军基地，航母照常巡航，别的国家就很难撼动美国世界警察的地位。美国能长期称霸，绝非只靠军火和钱串子，还有一项杀手锏：科技创新实力和对关键产业链的掌控。毕竟，知识就是力量，技术就是未来。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在科技和产业方面是如何领先世界的。首先，硅谷可说是当代创新圣地 ，Google、Apple、Microsoft、Amazon、Facebook、Tesla 数不清的全球顶尖科技公司都发源或壮大于美国。这些企业不仅市值动辄几千亿上兆美元，更掌控了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用的操作系统、浏览器、手机芯片架构、云端服务、社群平台，多数是美国公司开发的。全球市值最高的几家公司，清一色是美国科技巨头，他们吸引着全世界最聪明的工程师、科学家源源不断地前往美国追梦。美国的大学和企业每年投入海量资金研发新技术。2023年，美国研发支出接近840亿美元，居全球之冠，略高于紧追在后的中国。光这两国就占全球研发的大头，但美国还是略胜一筹。美国愿意砸钱搞科研，也有成熟的产学研生态，顶尖大学与实验室、风险投资机构、新创公司体系完善，创新成果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产业优势。谈到当前炙手可热的人工智慧，美国同样领跑全球。斯坦福大学的 AI 指数报告显示，自2018年起，美国在多项 AI 指标上稳居第一。美国 AI 企业获得的私人投资额遥遥领先，仅2023年，美国 AI 领域私募投资就高达672亿美元，中国只有78亿美元，相差近10倍。美国拥有 OpenAI、谷歌、DeepMind、Meta 等 AI 研发重镇，产出一系列影响全球的 AI 模型。大量 AI 领域的顶尖人才和创业者也都云集美国。加州的创投环境给他们提供了绝佳的养分。在 AI 论文产出、专利、开源框架等方面，美国近年来也一直压中国一头，甚至有拉大差距的趋势。诚然，中国在某些 AI 子领域进步很快，比如人脸识别、大数据应用，也握有海量数据资源，但核心算法创新和高端芯片方面仍受制于人。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尖端芯片和 AI 技术的出口管制，更进一步限制了中国赶超的步伐。总体而言，美国在 AI 等前沿科技上暂居领先地位，并透过技术盟友关系巩固这种优势。再看对现代工业命脉、半导体产业链的掌控，别看台湾台积电、韩国三星在晶圆制造方面风光无两，美国在这条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同样说一不二。半导体从设计、软件到制造设备，美国企业几乎无处不在。高阶 CPU、GPU 设计有 Intel、AMD、NVIDIA， 美国公司设计出全球最先进的芯片架构和显示芯片。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被三巨头 Synopsys、Cadence 和 Mentor Graphics 垄断，任何芯片设计都离不开这些美国软件工具。在晶圆制造设备上，美日和三国共长牛耳，其中美国公司应用材料、科磊、泛林研究等提供蚀刻、沉积等核心设备。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美国的芯片设计、IP、EDA 工具和制造设备，就做不出尖端芯片。中国近年来大力投入芯片自主化，但在 EUV 光刻机、先进制程设备上被荷兰和美日卡脖子，芯片架构也受限于美国技术授权，至今难以量产最尖端的 CPU、GPU。根据哈佛大学贝尔福中心2025年的技术指数报告，美国与日本、台湾、南韩在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 choke points 上持续主导，包括最先进的制造工艺、芯片设计 IP 和高阶设备。其他国家即便砸下重金，也难以在短期内建立起端到端的完整芯片供应链。这种局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和盟友握着半导体产业的命门，谁要是不跟美国合作，先进芯片就拿不到手，科技实力就会被卡住。过去几年，美国对华为、
中国超算中心的制裁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禁售美国相关技术后，华为高端手机芯片一度断供，中国 AI 训练所需的 NVIDIA GPU 也买不到。这些都证明了美国对全球关键技术供应链的掌控力。此外，美国在太空科技、生物科技、量子科技等新兴领域同样具备深厚实力。SpaceX 的火箭频繁发射， NASA 的太空探测，波音和洛马的航空航太实力使美国保持太空竞赛领先。COVID-19 疫苗的 mRNA 技术突破也离不开美国生技公司的创新。总之，创新和技术是美国霸权的核心基石。美国社会崇尚创业精神，允许失败试错，汇聚全球人才，这让它始终站在技术革命的浪头。即便美国政治上闹哄哄，硅谷的工程师还是在宁静的码农园区日夜写程序。麻省理工和斯坦福的实验室里，博士生们仍埋头攻关新科技。美国强大的高校和研发机构为其培养出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也吸引着全球精英赴美深造留任。截至2024年，美国高等院校招收了全世界最多的国际学生，约110万人，占全球跨国学生流动的 16%。这些来自中国、印度、台湾、韩国等地的优秀学生，许多人最终留在美国工作移民，成为美国科技人力的一部分。可见，美国透过开放的教育和工作机会，把全世界的脑力资源都变成了自己的武器。总而言之，在科技与产业方面，美国建立了一个难以撼动的生态圈，既有创新的源头，又控制着关键的产业链环节。当前能对美国形成部分挑战的，也只有欧盟及东亚盟友。然而这些地区很多也是美国的合作伙伴或盟友，比如台积电、三星都和美国高度利益捆绑。美国确实面临中国等后起之秀的竞争压力，但迄今为止，它透过技术封锁和自身研发优势，依然守住了关键领域的龙头地位。科技实力让美国即使内政出现问题，整体国力依然具有长久的竞争力。内部政客可以闹腾，但苹果照样每年推出新 iPhone，SpaceX 火箭一样上天。美国在 AI 和半导体上继续领跑，这些创新优势为美国霸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硬实力和经济利益支撑，使其难以被超越。谈完硬实力，我们再看看美国的软实力。所谓软实力，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对别国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这方面，美国绝对是佼佼者。甚至可以说，地球村的主流文化很多都是美国制造。从好莱坞电影到流行音乐，从麦当劳到可口可乐，从常春藤名校到 Facebook 和 YouTube， 美国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早已渗入全球人的日常。美国不仅靠军事和经济统治，还靠让你爱上它来统治。先说影视娱乐，好莱坞电影长期称霸全球电影市场，在许多国家的影院，年收入最高的票房片几乎清一色是美国大片，漫威超级英雄、迪士尼动画，各种续集强档轮番上映。统计显示，好莱坞电影通常占据全球票房至少1半以上，有时在一些市场甚至达到2/3。例如，《复仇者联盟》、《阿凡达》等大片在全球取得10几亿美元票房，其中海外市场贡献甚巨。全球电影产业收入最高的还是美国本土的好莱坞。美剧在全球流行也是不争的事实，从《老友记》、《绝命毒师》到《权力的游戏》，世界各地都有忠实粉丝。人们透过影视对美国生活方式了如指掌，从纽约街头到加州沙滩，从美式校园生活到美国超级英雄价值观，无形中美国文化渗透人心。可以说，美国梦的一大部分是好莱坞塑造出来的幻想。音乐方面，美国的流行音乐工业同样引领全球风骚，迈克·杰克森、马丹娜、碧昂斯、泰勒斯，这些美国流行音乐巨星风靡世界。各国年轻人播放榜上美国歌曲经常占据半壁江山。饶舌、摇滚、R&B、电子乐等音乐类型多起源于美国并传播全球。即使是在非英语国家，你走进商场咖啡馆，也经常听到美国流行歌曲作为背景音乐。美国的音乐、电影、电视等产业成为全球文化的输出机器，让美式价值观和审美深入人心。例如，美剧和美国电影里强调的个人主义，
英雄主角拯救世界等叙事，其实默默影响着世界各地观众对美国的观感。许多外国人年轻时渴望去美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小看美国电影长大，对美国产生了向往。除了娱乐、教育与知识体系，也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方面。美国拥有哈佛、麻省理工、史丹佛等众多世界顶尖大学，吸引全球精英前来深造。美国的大学在各种全球排名中经常包揽前10名的一半以上，许多国家领导人、工商界巨子、学术精英都曾在美留学。美式高等教育对全球精英阶层有着巨大吸引力。截至2024年，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约110万外国留学生在美就读。留学生遍布美国校园，也将美式价值和人脉带回自己的国家。美式商学院教授的现代商业理论、硅谷创业文化、常春藤校友网络等等，都对各国产生深刻影响。甚至许多国家的大学课程 MBA 案例也直接拿哈佛商学院或 MIT 的教材来用。这种知识和教育的领先帮助美国输出价值观、民主、自由、创新、企业精神等观念，伴随教材和学位传播开去。当代还有一项绕不开的美国软实力利器，互联网和社群媒体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 这些全球最大的社群和影音平台。清一色是美国公司，这些平台连接了几十亿用户，把全球变成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截至2025年 Facebook、YouTube、WhatsApp 位居全球最热门社群平台前3名，这3个全是美国企业旗下服务。Instagram 也有超过20亿用户，仅次于 TikTok 的约16亿。换句话说，除了 TikTok 一枝独秀外，其余全球最大型的网络社交平台皆掌握在美国手中。透过这些媒体，美国的新闻、流行趋势、美式幽默乃至政治舆论都能瞬间传遍全世界。Twitter 上美国政客的一句话可能被全世界转推关注。YouTube 上的美国网红影片点阅来自世界各地。即使有些国家如中国封锁了美国的社群平台，美国的内容形式也往往被模仿借鉴。例如，中国自己搞了个微博、优酷来对标 Twitter 和 YouTube。美国在全球信息流动中的掌控，使其价值观舆论具有强大输出能力。当香港出现示威，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充斥英文口号，这背后离不开美国舆论场的推波助澜。乌克兰战争中，互联网舆论几乎一边倒支持乌克兰，也与美欧社群媒体主导的话语环境有关。可见美国通过软实力塑造了很多国际议题的叙事。美国的文化软实力之强，从一些排名就能看出来。在 Brand Finance 公布的2024年全球软实力指数中，美国排名第1，得分创历史新高。美国在国际熟悉度、影响力以及文化、教育、企业创新等多项指标上均名列前茅，特别是科学领先、艺术娱乐有影响力、全球知名领袖等软实力评价，美国都是世界第1。虽然美国因为国内的枪支暴力和政治撕裂，在安全、稳定、友善度等印象分上略有扣分，但整体而言其软实力形象仍无可匹敌。这种软实力有什么用呢？简单举例，它让别的国家和人民更倾向于主动追随美国。人们喜欢看美剧，向往美式生活，对美国的反感就会降低。各国政治人物也知道，跟美国交好能获得自家民众中亲美派的支持。一个直接证据是，尽管美国社会问题多多，全球各地愿意移民美国的人却依然前仆后继。盖洛普民调显示，想永久搬到美国生活的潜在移民数量多年来居全球首位。目前，美国有5000多万外国出生的移民居民，数量是全球任何其他国家的数倍。很多人一边批评美国内乱，一边又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赴美读书或工作，这难道不说明美国的吸引力吗？这种文化感召和体制魅力，正是美国软实力最厉害的地方，不需开枪便能让别人心向往之。总的来说，美国通过强大的文化输出机器，让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全球流行。软实力就像润物细无声的力量，为美国赢得盟友和好感，降低别国敌意。当全世界年轻人都听美国的音乐、看美剧、用美国的社交媒体
美国自然就在无形中统治了他们的注意力和偏好。这种影响力很难量化，但实实在在地巩固了美国的领导地位。哪怕美国国内吵成一团，国外观众依然该追，复仇者联盟还是追，绝命毒师还是追，美式流行文化的输出未受影响。软实力让美国的霸权不只是靠武力压人，更是让人心甘情愿地追随。朋友多了路好走，这句话在国际关系中同样适用。美国的一大优势在于它拥有遍布全球的盟友和伙伴网络，形成了别的强国望尘莫及的朋友圈。二战后，美国精心经营起两大盟友体系，一是跨大西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二是亚太地区的一系列双边同盟。此外还有五眼联盟、美以特殊关系、泛美合作架构等等。这些网络串联起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军事最强的多国集团。简单而言，美国打群架从不缺队友，而美国的主要对手们真正可靠的盟友却寥寥可数。先看看北约。北约是由美国和欧洲多国组成的集体防御联盟，目前成员已扩张到31国，包括几乎整个西欧、中东欧及加拿大，涵盖了全球最富裕的一批国家。北约的集体实力惊人，成员国总人口接近10亿 GDP 总和，约50兆美元，占全球经济的1半左右，军力资源更是雄厚。北约各国军费开支加总占全球的1半以上，其中又以美国为主力。北约内有英国、法国这样拥有核武和远洋海军的老牌强国，也有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等经济强国，以及一批战略位置重要的中东欧国家。这些国家在美国的带领下形成军事一体化，共同演习，装备标准化，情报共享。如果有人敢动北约任何一国，等于向整个集团宣战。对美国来说，北约盟友网意味着在欧亚大陆西侧，它有一整个队形。美军在德国、波兰、意大利、英国等地都有大型基地和驻军，北约盟国也常驻美军事顾问甚至部队。譬如俄乌战争，表面上北约没直接参战，但背后北约国家通力合作，美国提供武器情报，英国提供训练，东欧国家提供地利，美国一声招呼，整个盟友团队就动起来了。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盟友网络，其他大国根本没有。俄罗斯有正式军事同盟的国家寥寥，中国除了和巴基斯坦、北韩关系密切外，也没有牢靠的军事盟国。反观美国阵营，几乎整个欧美发达世界都在他旗下。再看亚太盟友体系，美国在太平洋彼岸也有自己的小北约。首先是日韩同盟，美日安保条约、美韩防卫条约让美军长驻日本和韩国。今天日韩都是经济科技强国，日本还拥有世界前列的海上力量和庞大先进自卫队。美国与他们的盟友关系大大增强了在西太平洋对抗中国或北韩的力量。再有澳大利亚，美澳同盟关系铁杆，澳洲不仅地理位置战略重要，还和美国共享情报，随时与美军协同行动。菲律宾、泰国则是美国在东南亚的条约盟国，虽然一度关系起伏，但美军现在又重返菲律宾的一些基地。新加坡、台湾等与美国没有官方同盟条约，但保持着密切的安全合作关系。整个亚太地区，美国通过同盟链条实现对关键节点的军事存在，在日本冲绳和关岛部署海空军，在韩国驻有陆军和防空系统，在澳洲轮驻海军陆战队，在菲律宾取得基地使用权等等。这保证一旦印太地区出现冲突，例如台海有事，美国能立刻调动盟友一起行动。事实上，美、日、印、澳还组成了四方安全对话这样的合作机制，力图共同维护印太的自由航行和安全。尽管亚洲国家历史文化不同，但在美国的战略拉拢下，多国形成了对抗中俄扩张的潜在统一战线。可以说，美国在西半球之外，靠着条约和基地，把自己的军事版图延伸到东半球各个角落。除了正式盟友，美国还有广泛的伙伴网络，例如以色列、沙乌地、阿拉伯、埃及等中东国家，虽非条约盟国，但都与美国保持高度合作关系。印度不是美国盟友，但近年来也越走越近，共同举行海上军演，甚至越南这种昔日敌国，现在都乐意与美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来牵制中国。可以发现，在几乎每个地区，
美国都能找到当地国家来当自己的小老弟。拉美有哥伦比亚、巴西等愿和美国合作，非洲也有许多接受美军训练或美元的国家。美国通过军事外交、经济援助和价值观联结，把许多国家纳入自己的朋友圈，这让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如八爪章鱼般伸向全球。盟友体系为美国带来3大好处：一是增强军事实力总和。刚才提到，北约加盟国军费占全球过半，这种集体实力大于任何单一国家对手。盟友国许多也有先进的军工，比如英法造战机潜艇，德国造坦克，日本造军舰，能互补支援。二是增加外交筹码，美国发起对某国制裁或决议时，一呼百应，一票盟友帮腔，可以压倒性通过，不像中俄往往各说各话，朋友没几个站队。联合国表决时，美国阵营经常能拉拢数十国，形成道义与数量优势。三是提供战略纵深，美国本土远隔重洋，但有盟国当前沿基地，就相当于在欧亚大陆拥有桥头堡。发生冲突时，美国不愁找不到立足点和补给站。这也是为何美军可以在别人家门口投射武力，而敌人却难以直接威胁美国本土，因为美国的盟友和海外基地构成了层层安全缓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全球霸权很大程度上是联盟霸权。美国并非单打独斗，它是一个庞大同盟体系的领袖，这种抱团力量远胜任何孤军奋战。拿中国相比，中国虽然崛起，但真正可靠的军事盟友可能只有巴基斯坦和北韩。俄罗斯表面亲近，但互信有限。相反，美国的盟友多是民主发达国家，关系紧密，共享利益。当美国内部闹笑话时，他的盟友们也许偷笑2声，但遇到大事该联手还是会联手。例如特朗普时期，美国对盟友态度差劲，一度退出一些国际协定，可美国总统一换人，盟友马上又回到团结队形，该签回的条约签回。这反映出美国同盟的根基其实相当稳固，并非一朝一夕的政治风波能瓦解。强大的盟友圈让美国再怎么乱，别国也很难各个击破。你不只要对付美国，还得对付美国的一票朋友。总而言之，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来自其编织的全球盟友网，这张网保证了美国的影响力随时有人撑腰，有人分担成本，也让潜在对手投鼠忌器。美国就像黑社会老大，手下小弟满天下，打架时一招手就围上来一群兄弟，抄家伙怎么输？哪怕老大最近家务事处理的一团糟，兄弟们可能抱怨，但真有外敌时，还是会站队老大。靠着这份江湖义气，美国的霸主地位难被挑战。常有人说，美国民主像是吵架民主，政府关门，朝野对立，三权扯皮，看起来乱七八糟。但诡异的是，这种乱中有致的体制居然运转了200多年，而且每每在濒临崩溃时拉回来，不断自我校正。美国体制的弹性与自我修复能力，正是其长期维持强势的重要原因。美国政治制度设计上充满制衡和分权，总统、国会、法院三足鼎立，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权力划分清晰。这种架构有时造成低效率和内耗，但好处是不会出现一人说了算的独裁，社会有纠错空间。当某个领导人走偏，其他权力部门可以纠正他；当一个政党做太过分，选民下次选举就可以把他拉下来。美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自我纠错的案例，例如70年代尼克松因水门案被逼下台，美国凭借新闻自由和司法调查，让总统为违法行为付出代价，度过宪政危机。50年前种族隔离猖獗，但民权运动兴起，最终推动立法，修正了制度弊端。再近一点的例子，特朗普总统任内很多争议举措受到法院拦截，国会也对他的权力进行2次弹劾审议。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试图推翻选举结果。虽然场面极度混乱，但国会当晚重回议事，完成了总统认证程序。叛乱分子最终被逮捕审判。美国体制展现了自我校正的韧性，没让少数暴力破坏者颠覆民主程序。很多威权国家的独裁者看到美国国会山陷落，本以为可以幸灾乐祸，结果发现美国制度依然稳住，他们才意识到
民主国家的力量在于把错误拉回正轨。美国体制另一个弹性体现是联邦制的多样性。美国有50个州，各州在法律、政策上有相当自主权。这意味着当联邦层面争吵不休时，州层面可以先行试验解决方案。例如，当联邦政府无法通过严格枪支法，某些州如加州、纽约就自己制定更严的州法。联邦气候政策一度倒退，许多州和城市仍自主遵守巴黎协定减碳目标。这种州实验室机制让美国局部地区能探索创新政策，成功了再推广全国，失败了损失也可控。此外，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互相竞争又合作，避免权力过度集中一处。整体而言，美国体制像一台复杂又带弹簧的机械钟，平时齿轮碰撞声隆隆，但遭受冲击时弹簧吸震，齿轮会自我调整重新咬合。自由开放的环境也赋予美国社会惊人的创造力。新闻自由使丑闻和问题能被揭露，社会舆论的压力往往推动改革发生。言论自由则让各种奇思妙想有表达空间，虽然也助长阴谋论和极端声音，但从中也能激荡出新观点和警示。例如，美国人可以公开嘲讽总统是白痴，批评政府无能，这些话在独裁国家可是大逆不道。然而正是因为允许批评，领导人和政策才能被迫不断改进。外界嘲笑美国内部混乱，其实那混乱的背后蕴含着民主社会的自净能力。中国有网民看到拜登撤回竞选连任时评论说，不适合的候选人都能退出，说明美国民主制度还是有活力的。无论大选结果如何，国家的自我修正机制还在，这很好。是的，连生活在集权体制下的他国人民都能看出，美国的乱象中隐藏着一种能自行纠偏的机制。总统无法随心所欲，法院敢对总统说不，媒体监督政府，选民可以用选票惩罚政客。这些设计保证了美国社会不会因某一时期的失误而整体沉沦。弹劾掉一个烂总统，改掉一部糟糕法律，美国体制有这套工具箱。正因为体制内再有韧性，错了能改，才避免了致命崩坏，维持长期繁荣。美国体制还鼓励创新和多元试验。政治上有两党竞争，交替执政带来不同政策风格的尝试。经济上鼓励市场竞争和创业，政府对产业干预相对少，让创新公司脱颖而出。法律上虽保守，但也可经由立法或修宪逐步进步，如女性投票权、黑人权利最终通过修宪保障。有时我们嘲笑美国社会瞎折腾，比如对于同性婚姻、大麻合法化这类议题吵来吵去，但终究这些议题很多在美国先达成社会共识并落实立法，然后其他国家才跟进。美国的社会运动不断挑战既有体制，虽过程混乱，却推动了制度的进化。可以说，美国的混乱恰恰反映了它的活力所在，在混乱中寻求改变，在碰撞中达成新平衡。当然，美国体制也并非完美，近年来的政治极化导致妥协变难，民粹主义让制度运行更艰辛。但相比集权国家表面的稳定，美国这种乱中有序也许更能长期维持创造力和适应力。集权体制看似团结高效，一旦决策出错，却缺乏纠错机制，往往酿成大祸。例如，苏联的极端政策让国家崩解，美国虽闹哄哄，但危机时往往能及时调整方向，因此屡屡化险为夷。正如有人形容的，民主国家会吵架，但不会烂架，因为制度本身提供了不致失控的安全阀。对美国霸权而言，这种体制韧性提供了持久的稳定基础。盟友国相信美国不会突然政变或改朝换代，国际资本也相信美国法律健全，不会随便没收财产。当美国经历乱象，他国在观望之余，其实也看到了美国体制自愈的能力，反而增进对美国长远走向的信心。例如1月6日国会骚乱后，欧洲盟友最初震惊，但当美国顺利完成权力交接、司法追究暴徒责任时，盟友反而更加笃信美国民主制度的根基。连中国一些官媒也不得不承认，美国能公开讨论自身问题并逐步调整改进，是其制度的一大优势。简单讲，美国体制就像装了避震器，颠簸震动难免，但避震器让车子不会散架，反而在震动中前进。这套制度
保证了美国即便内部折腾，长远竞争力和统治稳定性依然在线。这正是美国强大的秘密之一，它乱，但乱不垮，反而乱中能变，与时俱进。综合前面6大角度，我们终于可以回答开头那个疑惑：美国内部看似乱成一团，为何其全球霸权地位却丝毫未摇？原因就在于支撑美国霸权的支柱依然稳固，而内部乱象基本没动摇这些支柱。首先，美元霸权不会因为美国国会吵架就瓦解，尽管美国财政时常闹预算危机，政府停摆，但国际投资者仍然信任美国国债和美元。哪怕美国政客再怎么闹，大家该买美债时还是买，避险时还是涌入美元。2023年至2024年间，美国政治极化严重，债务上限谈判惊险万分，穆迪还短暂下调了美国信用评级。然而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几乎没变，各国央行依旧把美元当主要储备资产。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的金融信誉深入骨髓，不是几场政治风波能改变的。美联储的独立性，华尔街体系的强大，确保了美元长期稳定。内部争吵对外汇市场影响有限，美国经济基本面强劲时，全球资本还是用脚投票选择美元。实际上，美国最近几年失业率屡创新低，经济增长也相对稳健。2022年至2024年，美国失业率长期维持在 3% 多，是半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政治乱没妨碍企业盈利和就业扩张，经济硬实力仍在那里撑腰，所以内部乱象并未动摇全球对美国经济的信心，美元霸权自然稳坐如山。军事方面就更不用说了，国内纷争基本对外部军事行动零影响，无论美国总统是谁，党派怎么吵，五角大厦的全球部署和盟军协同都按部就班进行。就拿今年的例子，2029年阿富汗撤军的混乱，或2020年抗议活动，让美国国内焦头烂额，但美军在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行动照跑，在中东的反恐行动照做。美国在全球的10几支航母打击群没有因华盛顿的乱局而停航，战略核潜艇依然巡弋四洋，这些是真正决定霸权的砝码。反观苏联，当年阿富汗战争失利，经济困顿导致内部信心崩溃，军事力量也随之瓦解。而美国即使陷入漫长战争消耗，例如伊拉克、阿富汗，国内反战声浪高涨，军队专业性和战斗力仍保持，并没有发生兵变或军心溃散的情况。美军的职业精神与文人统治传统使之超然于党派政治，这意味着哪怕国内政客天天互骂，美国对外的军事威慑力依旧是真刀真枪的摆在那里，不会因内耗而减弱。科技和经济的优势同样免疫于短期政治乱局，硅谷工程师才不管联邦政府今天关不关门，他们关心的是下一代芯片和程序。事实上，很多美国科技公司的崛起发展和联邦政府没太大关系。美国经济体本身市场化程度高，联邦政府运转不畅时，私人部门反而更加灵活。像2023年国会为债务上限吵到最后一刻，但华尔街和企业界该做生意还是做生意，股市表现和就业市场基本没受太大拖累。长期看，美国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不分党派，无论民主党、共和党执政，都支持对研发的投入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强大的科研机构和大学系统也不是哪届政府能立即改变的，因此内部政治动荡并没有让美国的创新引擎熄火，反而有观察指出，美国的政治混乱激发了某种活力，在政客失灵时，民间和地方政府更积极作为。例如，特朗普政府退出气候协定期间，许多州和企业自主承诺减碳，科技界持续研发新能源技术，美国依然领先全球的新能源投资。这些都说明美国的经济科技优势具有制度外的自我延续性，不会因政坛一时纷争而逆转。文化软实力方面，美国的内乱对外界的美国热也没啥杀伤力。诚然，特朗普执政时一些国际形象受损，盟友嫌美国不够可靠，留学生也一度减少，但大趋势上，美国文化的吸引力依旧强大，好莱坞电影还是在全球卖座，美国大学排名依然在顶尖，Tech 巨头产品全世界用，就算别国民众看到美国新闻里枪击案频传，该追的美剧用的 iPhone 一样没少。
甚至有种说法，美国的乱象本身也成了全球讨论的话题，进一步凸显美国言论自由的不同。比如一段时间，美国媒体猛批自己政府抗疫不力，各国观众虽看笑话，但同时也看到美国媒体居然敢如此放肆，某种程度上反而增强了美国自由民主的形象。当然，内部分裂长期看会侵蚀美国的道德领导力，这一点不可忽视。但就目前而言，美国仍然是全球软实力评价最高的国家，国内问题并未根本改变这一态势。事实上，美国软实力之强在于能坦诚面对自身问题并公开讨论，反而让很多国外人士觉得这国家虽乱但真诚不虚伪。加上美国文化工业一如既往地输出爽片爽歌，内乱并没妨碍大家对美国流行文化买单。只要美国软实力输出不停，它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就有基本盘在。最关键的是，美国没有出现体制性崩溃，内部混乱归混乱，但并没有失控到伤筋动骨的地步。在民主制度下，民众不满可以透过选票表达，制度可以修补调整，因此不至于爆发影响国力的革命或内战。试想，如果美国因内乱真的陷入长期无政府状态或分裂，那霸权肯定不保。但现实是，美国制度虽经历风雨，仍维持运转，没有进入无政府或军阀混战的失序状态，所以外部世界仍然把美国视作可信赖的超级大国。这点从盟友的行为可以看出，即使特朗普4年搞得同盟关系紧张，拜登上台后，欧美关系立即修复如初，盟友们也没有趁美国内斗时倒向中国或另起炉灶，大家该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还是照做。可见各国对美国长期稳定性依然有信心。正如有评论指出的，美国经历艰难时刻，但全球领导地位之基础仍在，不会轻易动摇。事实确实如此，美国的经济、军事、外交架构都还牢牢稳定着，没有哪个竞争对手趁虚而入全面取代它。谈到竞争对手，我们也要看看别的强权，尚不足以趁美国内乱而篡位。中国被视为最有力挑战者，经济总量虽接近美国，但人民币国际化远不如美元，军事上也缺乏全球投射能力和强大盟友，软实力更难匹敌。中国自身也有内部问题和威权体制的掣肘，国际上许多国家对中国崛起心存疑虑，并未真心拥戴。因此，美国内部哪怕乱，很多国家还是更愿意选边美国而非中国，因为相较之下，美国体制和价值观更让他们安心。俄罗斯就更不用提了，经济体量小还陷入战争泥潭，基本无力挑战美国霸权。欧盟勉强算经济强大，但军事和地缘影响离开美国就缺支柱，而且欧盟本身在安全上也仰赖美国。总体来看，美国的潜在接班人都还不够格，美国霸权的客观竞争环境依然有利，这使得美国即便闯些内部幺蛾子，一时半会儿还不至于被取而代之。最后要强调的是，美国的乱象多是内伤而非外伤，政治对立、枪械暴力这些问题确实严重，但属于自己折腾自己，外敌很难直接利用这点击垮美国。甚至某些内部问题对外政策有时还转化成强硬姿态，不减反增其霸权投射。比如特朗普的民粹趋势虽削弱美道德形象，但他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倒是很符合美国战略利益，一定程度上团结了两党共识对抗中国。再如美国社会枪支泛滥，听起来很乱，但对美国全球地位并无直接影响，反而美国枪店生意越好，美国军火工业越繁荣。总之，美国许多内乱问题对外部权力基础的牵连相对有限，美国可以一边处理家务事，一边在国际上继续强势。这跟一些国家不同，苏联经济一垮，帝国即亡，或某些帝国内乱导致殖民地纷纷独立，而美国没有殖民地，内乱不会导致小弟造反。盟友国对美国内政也没有太多话语权，他们只能干看着，等美国内部过段时间恢复平静，霸权光环依旧。当然，我们并非说美国可以无限乱下去而不损元气，如果长期极化下去，内耗严重到削弱经济创新力、外交信用，霸权终究会被蚕食。但就目前而言，美国凭借前述那些强大支柱，仍然扛住了内部乱局的冲击。军事上有盟友和基地，金融上有美元和市场信心，
科技上有源源创新，文化上有全球认同，政治体制上有自我修正功能，竞争上对手尚未充分填补空白。这些因素加起来，就形成了美国霸权的韧性。正如有人把美国比喻为一只跌跌撞撞的巨人，走路不一定稳，但不至于倒，反而每次跌倒爬起后还能继续前行。结论是，美国内部虽有一堆白痴的荒唐戏码，却无损其作为世界老大的根基。因为撑起美国霸权的是美元、军力、科技、文化、盟友和制度等多重力量的结合，而这些方面的优势一时半刻并未垮。外界看美国笑话时，其实美国人也在自嘲，然后该干嘛干嘛。华尔街照样日进斗金，五角大厦照样练兵备战，硅谷照样日新月异，合理活照样造梦全球，白宫和国会吵完又继续运转。最妙的是，美国还能把这些乱象转化成文艺作品和新闻，卖给全世界关注，进一步强化了它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可谓蠢而不倒，甚至化蠢为赢。展望未来，美国确实面临不小的内忧挑战，需要治理分歧，改善问题，否则霸权优势可能逐渐流失。然而迄今为止，它的底子依然厚实，竞争对手想超车还欠火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即使闹点笑话，依然有实力掌控国际局势。正如软实力指数报告所言，美国内部的枪支暴力和政治冲突影响了部分形象指标，但美国的全球软实力总分仍创新高。这句话其实可以概括整体情况，伤是有的，但伤不到要害。美国这艘航空母舰，甲板上乘客打架归打架，船仍然按原定航线领航大洋。总结而言，别看美国国内乱糟糟，人家该当老大时一点不含糊。美金、美军、硅谷、好莱坞、盟友团、民主弹性，这些都是美国屹立不倒的秘密武器。当然，美国人也许没我们想象的那么蠢，能建立这套机制并加以维持，本身也需要聪明和智慧。或许美国厉害之处正在此，允许自己犯傻，但制度和国力足以纠正错误，填补漏洞，最终继续领跑。对我们其他国家而言，美国的经验既有警示，也有启发。不管你喜不喜欢，美国目前仍然是那个带头大哥。正如一句戏言，上帝保佑美国，大概是因为上帝也爱看美国这出肥皂剧吧。荒诞归荒诞，美国这个全球超级强权的宝座暂时还稳得很，我们就继续看下去，看这出闹剧般的美国内政如何发展，以及这个蛮不可靠的主人翁又将如何带领世界前行。